我觉得我给这期节目打8.5分吧，但是我给《王牌家族》打9.5分。我觉得其实这一季的很多的功劳都是这4个王牌家族带来的而且他们其实超出我们想象了，包括每一个人各司其职，还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感受。很多观众爱一个节目，他会说你这个节目不需要改变了，你还是包括我们这次 MC， 大家都觉得很好，我看很多评论说明年还是这4个 MC 吧，我们还要看。大家其实说都这么说，因为爱这个节目。但是观众真的不要改变吗？他都是要改变的。如果一个节目没有改变，观众就会流失。那么我们第4季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们把王牌家族作为一队，他们自己成了一个家族。以前我们的王牌家族其实更像是一个主持人的功能，因为我每一次两组人来是不同的。比如说我做后宫的主题，我这是刘晓庆，这是刘嘉玲，那么大家主要看他们2个去玩的，对吧？2个人后宫的这个都是高手，怎么应招，怎么去做后宫的礼仪。但是沈腾和小圆当时在里边，他其实并不是主线的，因为我主线是后宫。但是在这个王牌家族的序列里，我这4个人就非常重要，因为我来的任何人其实平均也是4个人，偶尔有助阵5个人，他都是应对这4个人的，所以这4个人就非常重要。他是开门迎客了，就是像一个门派，你们每个人来挑战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这4个人的挖掘就更深。比如说谁有哪些潜能可以挖掘，我有一些潜能是我们了解的，我们通过节目的设计，比如花花，他可能表达上不是很综艺，刚开始来，但是他音乐是很有敏锐度的，所以我们看这一季多了很多音乐的游戏，音乐的游戏里花花在里边就如鱼得水了。那有很多舞蹈的才艺表演，那小童也在里边也其实就发挥光芒。那么我们有种专项设计的，当然也有一些游戏是我们在设计中发现他们的，比如说我们做过杆的游戏，有倒立的表演，忽然发现花花这么能，肢体柔韧度这么好，这是惊喜出现的。但是因为都针对这4个人，所以他们反倒就会好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大家对这4个人的关注越来越多。这一季的就是大家已经不管意来的是谁了，就是会守在这，因为大家会看这4个人，大家会觉得说你后边再来谁，我都会节目都会很好看。我觉得都在尝试，其实，所以我找了小童、花花，我同时邀请的。然后小童这边呢，就是也没上过综艺节目，所以也是比较紧张的。但是我们会为他疏导。花花的话就是更完全没底了。但是我觉得我跟花花见了一面，当时我们2个人在酒店里边，然后我们俩聊，我俩他话也不多，但是我俩聊完就很有意思，就是他问的问题我都听得进去，而且他骨子里又是很好强的一个人，他感觉他很怕他来这儿以后不够综艺，但是他又很想表现好，所以他说如果我真的来这儿，你需要我做歌曲。我当时其实给他想放宽压力，我说首先你来这儿你是个才艺担当，你是唱歌，是你的才艺嘛，这块是那个。但他说如果我是才艺这块，我会好好的来做改歌曲，我会花时间去准备，而我不是随便就唱。这个当时我还挺感触的，我觉得这是不错。然后再加上我跟他聊，我俩都是水瓶座。水瓶座是很天马行空的星座，所以跟花花聊一聊，我就发现花花特别可爱，而且花花其实很搞笑，就是整个这个反应。我说他来综艺里边说不定是个宝藏男孩，而且谁也没想到。我后来公布官宣的时候，有多少人业内的人都觉得我疯了。对，我听完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觉得，对，我觉得有点冒险。很多人都觉得我疯了，然后有跟花花合作过的栏目组，专门跟我讲，他说你就是兄弟你。这次真的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当时就是他说花花我们合作了，就是非常不综艺，而且不说话，就是歌手唱歌，对，不综艺不说话。我听了那个我就笑了，我觉得那我倒让你看看，我觉得我的判断跟你的判断不一样，因为我跟花花吃那顿饭，我蛮有信心的。很多艺人他可能没有综艺细胞，他通过他沟通是能感觉到的，但花花不是，花花是一个。就是你觉得还是有潜能的，所以后来果然他越来越好，大家也很开心的收获了很多东西，我觉得结果是好的，我也为我们的判断，而且花花在我们台，就是我们台整个对花花的判断，当时我说想请花花，大家都是举手赞成的，我觉得大家判断是一致的，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没有压力的事情，我觉得就是，
就去了。只有我觉得外界声音，可能包括花花的粉丝，也有很多人去觉得这样，然后几个粉丝还安慰那些粉丝，哎呀，去之不随，大家不要去在意。我还搜什么叫去之不随，我发现花花粉丝也挺有意思的。我很感谢他的粉丝，我觉得他的粉丝其实还挺有素质的，说实话。然后我还专门在衍生节目里感谢粉丝，去做了很多粉丝的互动，包括粉丝有一个跟花花互动，花花请他喝奶，我们就请那粉丝真的来喝奶了啊！我觉得跟粉丝也保了一个良好沟通，这样我们合作艺人也更顺畅啊。就是家族感，他越来越熟沈腾、贾玲、小童，然后他就在这个节目里边，包括他熟我们栏目组，所以他就越来越有安全感。到后来花花跟我说，他慢慢就舍不得这个节目了，他就觉得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他跟我就聊过2次，都说这个，我们也蛮感动的，觉得就是你爱上的不是这个节目，爱的不只是这个节目，就爱上是这一群人。因为人爱上一个环境，他一定是人社交动物嘛，我觉得他一定是被这群人我都喜欢。他喜欢栏目组的每一个人，他喜欢王牌家族的每一个人，所以他有胆量去面对所有嘉宾。有的嘉宾跟他好，比如郭京飞这种，他开心，但是到后期你看言承旭这些都不是熟的，但是他都可以去跟对方去交友好，这就是在成长了。就是后来花花有一次跟我说，我蛮感动，他说我以前来王牌的时候，我就是把自己当客人，但是现在我发现我是主人，我每次像迎客一样。所以这种感觉呢，他当然这是有家的感觉了啊，所以他就放松下来。现在就不透露，我觉得大家拭目以待吧。大家也很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如果再做王牌邀请，我也非常希望能有那个接着合作啊。个人觉得，但是这个就是属于绝对保密阶段，对，不透露。我觉得完全就变了个人感觉，第一次见他就很拘谨到后来的话他就是这个也花花这个就是平时生活中其实还是挺害羞的，然后可能参加完节目但在节目上你看他比划我猜，而且花花很聪明，他观察别人怎么玩游戏，他就发现沈腾的比划就很好玩，而且发现我们后期有沈腾就比划就总有沈腾的比划，但是我们其实录了很多演员，不是每个演员都有。花花说为什么？因为沈腾在演，就是他在演出来而不是说出来，所以花花就捕捉到了之后，他跟沈腾在演的时候他就演出来了，他就是比如皇上不急太监急，他就演太监，沈腾演皇上，演了以后大家觉得哇好笑。沈腾在这一场是最惊讶的，所以沈腾在现场说花花完全就变了，就完全放开了已经，因为他会演了。所以我觉得花花的捕捉能力很强。他说我是因为学习，包括传声筒，你看我们传声筒原来不放心花花在第一棒，因为传声筒的第一棒是决定命运的，对，你第一棒不好玩，你后边都不会好玩，因为你是要模仿第一棒，所以第一棒我们都会去放一个比较综艺的人。但你看现在花花很多都在第一棒，花花模仿壁虎那个还上热搜了，对吧？花花壁虎，但他已经能在我们的栏目设计能胜任第一棒的，已经是非常综艺的了。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他因为在学习怎么去，他还跟我们交流怎么传声筒好玩，怎么做动作好玩，怎么去，就是你看你在学这东西，当然成长了，他技能都在不断的成长啊。花花就是我每次在录制期间，我都会到花花房间里去，然后呢，花花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挺克制的这个人，就是我们每次都会吃东西在那个里边，房间里有很多蛮好吃的，但他都看着都不吃，都让我们吃，他不吃，他会减肥啊。其实这个，但我觉得花花已经减了很多了，我们鼓励他吃。到后边他也在我们鼓励下也吃了，因为我觉得身体最重要，而且花花确实我觉得开心起来了。就前面录制的时候他还是很克制的，他会觉得我要有一个好形象，我很有压力。在后边他发现就很开心，他觉得有的时候一开心的时候他也吃点东西。我其实反倒通过这儿看到他的变化，所以你看花花录完这一季下来，就是这个没有越来越瘦，我觉得这个反倒是在我觉得对花花身体角度来讲是个好事儿，而且心情他也好了，变得开朗一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瞒花花快男这个事情，当时我们真的瞒花了，我们很怕，因为当时有一个营销号其实就说要有一个大惊喜，然后呢底下就有粉丝就有点发现，而且有的人去查快男的那个行程，就半确认状态，我就非常怕这个事儿
被花花知道，就花花的粉丝就这点特别好，他不是那个可能有个别几个人吧，就去议论这个事情，但是呢，更多的人其实还是比较淡定的，而且可能也觉得说，包括他们有一个，他们做很多 report， 我发现都不是当天发，都不是马上就发，他都会在录完才发。这个我觉得也，就是他这个很有组织的一个。我跟花花专门聊过粉丝组成这个事儿，我说你的粉丝就相对来讲比较，感觉就是比较成熟一点，就是相对做的事情比较规矩，而且也很团结。然后花花就跟我说，他的粉丝有很多人是跟他快男的时候成长起来的，那个时候快男的时候可能还是小孩，到现在为止已经也很成熟，过了5年了嘛。而且相对来讲，他就是我觉得他的性格，这个也跟这个粉丝的这个性格也有关系吧。相对来讲就比较舒服，比较让人舒服。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想沿用去年的家族，但是王源和娜娜正好有学业的这方面的考虑，所以我们就想了新的思路。贾玲和沈腾其实他们已经非常综艺了，而且那个观众朋友们非常喜欢他，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所以我觉得另外2个小孩就不必在综艺搞笑这块去再占风头，他们应该在其他的门类是佼佼者。那么我们把它吸纳过来，作为王牌家族的每一个环节的一个都有一个担当。所以我们首先就找到了花花和小童。花花她首先有一个自己独门的才艺，音乐担当，她很感性，她会演戏，她其实也很综艺，很搞笑，她也反应很快，在这个里边其实可以发挥她很多，而且性格魅力也很强，她的性格跟在舞台上是2个样子。现在做到王牌，做到现在来讲，我们觉得好的综艺其实不是消费艺人，是增值艺人。就艺人来了以后，他会有加分，艺人本身有收获。就比如昨天我们去采访花花，昨天是最后一集嘛，花花录到最后就哽咽了。所以花花说：“我来这么多节目，我就来王牌是最开心的。”他为啥会这样？是因为他通过这个节目有收获，他有很多能力的成长。而且我们其实，在游戏设置，还有我们在嘉宾邀请，还有我们在这个每一个环节，其实我们会考虑到花花的。我们会设计很多音乐的游戏，我们也会给他有一些搭配，包括表演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他适合什么表演，比如说花泽类。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如果你眼泪快要流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倒立。结果无形中，他在每完成一件事情之后，他其实都是做他比较擅长的，都加到分了。而且他在他的没有做过的事情又迈进了一步做挑战。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跟艺人的诉求是双向的。我觉得首先可能第4季王牌更聚焦了一些。首先王牌家族真有个家族感，因为之前的王牌家族更像是一个主持人一样。现在的游戏都去设计往那个嘉宾身上设计了，这个游戏突出他们2个，这个音乐游戏突出花花，然后什么游戏突出小童。可能有了设计之后，王牌家族就变成了非常功能性很强了。第二，我觉得栏目组可能策划了这么多节目之后，整个团队是各方面的在成长和精进，而且确实频道对于我们的栏目就是这第4季的支持力度也很大。我觉得这些各方面都得到了一个精进，所以整个这一季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还算满意吧，我觉得，因为他们在成长，栏目组也在成长。沈腾自己跟我说，他觉得他整个人都变得外向了，也知道怎么去做效果。像花花说，他以前来这觉得自己是客人，现在来这自己是主人，在带客。下一季的话，保密吧。好八卦这个问题。我说实话，明星们都不太爱发朋友圈，偶尔可能有，比如说激动了的，像小童可能激动了《美少女战士》，他觉得很好，他会发朋友圈，他也会艾特我。你像花花就干脆连朋友圈都没有，你就别说发朋友圈了，但他会看你的朋友圈。